接下来我们认识下面的这一对倾诉人，听听看他们的压力是什么。短片来了解一下压力倾诉。我这1个多月都没去上班，他走了之后，我真的不知道干什么。本来说好了28号去领证结婚的，现在他说不结就不结了。真的不知道他究竟怎么想的，他究竟要干什么。我已经跟他说得很清楚了，我现在真的不想结这个婚，而且现在这个决定我爸妈也很支持，我是真的不想等到结了婚以后再来后悔。他这个人真的太不靠谱了，你说20、30岁的人了，做事一点都不成熟，他根本就不是一个过日子的人。他要死要活随他便吧，但是千万不要再来缠着我了。我真的非常爱他，他要是觉得我哪儿做的不对，哪儿不够好，我都愿意为他去改。只要他肯回来，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好，接下来我们认识这样的一对倾诉人，听听看他们的压力是什么。欢迎2位上场。小亮和小兰。小亮是我们的倾诉人啊，压力很大，说来听听。我们说好了，本来这个月的28号要领证结婚的，好近了，就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吵了一架，他现在突然说不结婚了，还把我们家给的彩礼钱全给退了，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变卦了？因为他这人做事情特别的不靠谱。怎么讲？我哪儿做事不靠谱了？你做事靠谱吗？他要说他要给我工资，你说你给我工资，你给我就行了，他非得去问我老板，问我的工资卡号，而且还跟他说要把钱打给我，你至于吗？咱俩之前不是说好了吗？我第1个月的工资全交给你，虽然说只有几千块钱，但是是我全部的工资。我只是想低调的默默的给你个惊喜。你还低调默默呢，你弄到现在整条街的人都知道了。我没听太明白哈，小亮，给就给吧，为什么找他们公司老板去呢？我觉得如果把工资取出来亲手交给他，不太好意思。交给老板就好意思？我觉得没什么，我不交个卡号而已。因为那个工资卡是他们老板经常给你们打工资嘛，所以说他有那个工资卡号，我想就问一下他老板，把工资全打到他卡里边。他的意思是他要给我一个惊喜，但我没觉得惊喜，我觉得就特别的可笑，这事儿做的。现在我店里所有的人都在问你男朋友怎么回事，做事怎么那么有意思，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我真的，你这事做我特别没有面子。钱拿到手了，心里还特不舒坦。我也没想到会这个样子。是，你是没想到，你从来做事情就是这样的。哎，这都不算什么了，你把我们俩分手的事到处去跟别人说，那是我们俩自己的事儿。那都是一条街嘛，让大家看到咱俩这状态，一条街都知道你们俩分手了。知道啊，什么奶茶店、干洗店、超市的人都知道了。那社群挺大，甚至我都没去过几次呢，麻将馆的老板都知道这事儿。麻将馆老板怎么知道呢？因为那时候我找不着他，对于他经常去麻将馆老板打麻将嘛。我跟那个麻将馆老板根本就不熟，我去那个麻将馆总共就没几次，我都不明白你是为什么要去跟他说我的事儿。我实在没办法了，那干洗店老板那都劝不住他，我找不着他。干洗店老板劝不住，麻将馆老板可以上试试看啊。他现在所有的朋友，包括什么街坊邻居啊、同事啊、朋友，现在都说是我不对。我也没想到会这个样子。是，你是没想到，你从来做事情都是这样，所以你现在把你自己的工作都弄丢了。这又怎么回事啊？那工资丢了还不是因为你吗？啊，互相责备啊！你还好意思说呢？你一个大男人，你每次一吵完架你就不去上班，哎，你不去上班也就算了，你跟你老板说一声啊，你都不说，然后你老板跑到我进来问我要人。也不是每次，也就1、2次。是1、2次，人家会把你给辞了。那可能是咱吵架时间有点长吧。吵多长啊？我们吵完架之后，我1个多月没去上班。小亮，你什么单位啊？我卖房子的。你得给领导有个交代啊。对啊，所以让老板为什么把他辞了？我也是偶尔1、2次就忘了，大部分时间都要不和我同事打声招呼，要不给老板请个假，也就那一次时间有点长，然后老板就不让我上班。我要是你老板，我也把你给辞了。那也是我爱你。再说我听说你和别人去相亲，这又怎么回事啊？我就担心他跟别的男人跑了。这个是他做的最恐怖，这是我最不能原谅的一件事。他是跟踪我知道的事，
他跟着你。对，这个事儿是我们家里安排的，然后只有我跟我妈知道。他有一天突然跑到店里来问我，说你是不是要去相亲？当时我知道吧，我听了以后我后背嗖嗖发凉。去在哪儿相亲来着？家里安排的跟一个什么老师，我还没去呢，他就跑到店里来问我这事儿。我特别担心，我听说他和别人去相亲。你听谁说呀？就我跟我妈在上楼，他在下面跟着我们上楼。有，就特别恐怖，这事儿做的。我那天不知道我怎么想的，就脑子满是他。回到家我就在楼下边就听到他和他妈说，他要和什么老师去相亲。你要搞清楚了，我们俩已经分手了，我就是要去相亲，也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你跑来问我是什么意思？那咱俩吵完架了，你又不理我，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后来我还专门去你家找你，你妈都不让我进门，你也不让我进。是你对我妈那样，我妈能让你进门吗？对你妈妈怎样了？我没办法呀，就是因为之前他同事结婚在郊外挺远的，本来那天我都已经答应他同事说那我去吧，没事儿。本来说去5个人的，他非说4个人正好2辆车，你5个人你还得多打1辆车，到时候还得多花100多块钱。再说了，你跟我这同事也不熟，算了，你别去了，就非不让我去。我不是为了省了100块钱。你不是为了，那你是为了什么？主要是因为那次我们都是男的，你一个女的去了，大家喝酒放不开，会有很多不方便的。行，那我也就算了，不去就不去了呗，我都不计较了。你回来还给我妈脸色看？我没有给你妈脸色看。我妈给你做的宵夜你也不吃，我妈跟你说话你也不理，我妈对你多好，每天晚上8、9点下班，我妈都给你把宵夜做好了，然后在家里等着你。哎，你不感激也就算了，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妈？我听到现在，我听出一些细节。小兰一直在说我妈妈，我妈妈。我问一下，小兰是单亲家庭吗？是。你和妈妈一块生活？对，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就跟我爸离婚了。我听明白了。怎么这个硝烟又燃到老妈这儿去了呢？我也很奇怪，就那天我回到家就特别累，他妈就问这问那，我就不想说话。我妈不是关心你吗？他还在旁边说特别难听的话，你知道有时候不说话也是最好的表达方式啊，所以我就没说。结果后来就怎么样了？这一架一吵，你心一横，我相亲去。对，我相亲去了，是这样一个逻辑吧？不跟你有任何关系了。你是真心想和他分开了那时候？对。那你要再找个男的，能像我这样对你那么好吗？你对我好，你知道吗？他骗我。我没有骗你。你没有骗我。相信我。你没有骗我，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结过婚？你把我骗到手了，你才说这事儿。小亮结过婚吗？这个是几年前了，我妈安排的，都是一个地方的。我俩其实就见了3次，我也没觉得什么好，就我妈觉得对方的家庭还不错，然后我妈也特别想抱孙子，我比较听我妈的话。那你之前为什么不跟我说？你可以之前说呀。他敢跟你说吗？主要是这事来的太突然了。那他之后说，你让我觉得他就是在骗我。之前一直跟我说，他说我就是单身，我也没有女朋友，我也没有那个什么，我就一直我特别相信他。我说一件事儿，小亮，你干嘛不在建立恋爱关系之前就说你离过婚呢？你干嘛非得把小兰有了感情之后再跟他说？而且他是有机会说的，之前我俩并不太熟，这是实事儿吧？所以别不服。你可以不说你因为什么离的婚或者怎样，至少你有过婚史，你得坦白交代。小亮啊，跟一个女孩子就算是父母之命啊，咱们在一起结了婚，后来又怎么离了呢？因为我们生活了半年，性格上都不合，经常吵架。后来我觉得我俩也不是过日子的，根本就走不到一块儿，我就和他离婚了。离婚之后，然后认识了小兰是吧？我离婚之后吧，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去年的情人节，因为大家都有伴儿嘛，就我俩，就你单身我也单身，你就非得拉着我和你去喝酒。那天你还喝得烂醉，后来我把你送回家，你妈觉得我还不错。我妈是因为这2年没有谈恋爱，然后我妈看见说，好不容易有一个男孩跟我在一块儿，她觉得她也着急，希望我赶紧找一个男朋友。她是看着我的面子，觉得你还不错。那咱俩在一块儿之后，我不就立马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了？你什么时候立马了？啊，你跟了好几天你才说这事儿。你现在说的任何话我都不会相信。你不是这一件事骗我，你骗我的事太多了。还有啊，还有一件事我跟你说，礼金的事儿，他当时说，他妈东拼西凑呢，给了我15万块钱。
我想着人家老人家在农村特别不容易。当时你知道我拿着这笔钱，我回到北京，我是想到时候把它存起来，咱们以后结了婚以后用钱的地儿多了。刚到北京，我钱还没捂热呢，他立马拉着我去商场，非要给我买什么1、2千的大衣，我觉得特别的可笑这事儿。我平时没给你买过什么东西啊，这次咱有钱了嘛，我天也冷了，给你买几件衣服啊，你还说？你认为这15万是不是特别多呀？我们现在没有车没有房，以后我们结了婚，我们还要买车买房，生孩子养孩子一堆的事儿，你这15万根本就不够，而且你现在工作也没了，你以后我们怎么生活？不够我可以挣吗？你一生气，你一吵架，你就不去上班了，哪个老板敢用你？要我是老板，我也不敢用你。那你不和我吵架不就行？小兰，人家可是为了给你买衣服呀，心疼你啊，天冷了呀。但是这个钱我花出去，我心疼呀。你说我要把这个钱拿来攒着，我至少我可以生活上，比如有点急用什么的。你当时就跟他说呀，那这个钱留着以后还有大用处。我说了，我跟他说，我明说了跟他这事儿。后来他说那好吧，我不买了。不买了。最离谱的是什么？我刚去上个厕所回来，人家去超市，身上就剩50块钱，你就买了。你没几个山竹，然后我的味儿都没尝出什么味儿就没了。我说你这钱拿过来买一堆肉，我还能吃半个月呢。特别不会过日子，特别不会算计。我听说那山竹女孩吃的特别好，那我也都是为你好啊。我不需要你这样的好，你知道吗？真的，在之前我还想着就给他机会嘛。我就想让他好到静一静，然后想想自己的问题。我觉得我对他挺好的，每天那个给他做早饭，然后晚上回去还得做晚饭。对，我还得给他洗衣服，还手洗5遍以上。我觉得，因为我担心他过敏嘛，所以我就给他洗衣服。对你多好！我就把机器把他衣服洗坏了。过2、3天我还得按摩，给他捶背什么的。我就怕他工作累。是他要求的还是你主动的呀？我看他下班工作比较累，我就主动给他做这事。刚开始的时候，我是觉得你这人挺好的，挺懂得体贴的，脾气也好，是你也是挺听话的。但是我时间久了，我觉得你根本就是一个没有脾气、没有主见、也没有担当的人。我不希望你对我这种好。没有脾气，我们看出来了啊，没有担当，有没有什么例证可以说明？比如说买个菜。他都来问我说，你今天吃什么菜呀？我说你随便呀，我说你只要给我做了，随便都可以吃。哎呀，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要不你说吧，你想吃什么？我怕买了菜你做了饭你不吃，你不爱吃吗？你做了我不就吃了吗？我不是每次都吃的吗？有的时候你不告诉我，你不问我，我也吃了呀。你为什么每次都来芝麻点的事你都来问我？你一点主见都没有。我主要是想让你满意嘛。我跟你说，小亮，要是你这个性。你是一女孩，谁娶了你享了8辈子福喽？我觉得哈，小兰对小亮的一些抱怨，直至今天她决心想分开这段感情，她是觉得这个男人不靠谱。我听来呢，确实有很多不靠谱，但有一个基点还是很好。小亮啊，对小兰还是蛮好的，百依百顺啊，呵护备至。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还是合乎一个男朋友的众多标准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他有他的情感。当然小兰可能也会觉得我的男朋友不希望仅仅只是这样，可能有担当，得有自己的事业啊。因为我们要结婚，他必须得面对这些问题。好，小兰也不要着急，小亮也不要着急，我们接下来请教4位嘉宾，减压面对面，听听看我们4位嘉宾的意见。小兰，你当时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喜欢他什么呀？我当时跟他在一块儿，我就觉得他这人就特别体贴，特别疼人，特别听话，基本上就我说让他走他就走，我说让他去五环外给我买个东西，对呀，那你当时喜欢他的时候就喜欢他听话，对，他现在也听话呀，你就不喜欢他了是吗？时间久了要结婚就不行了。其实你有发现你们俩的爱情一直都是女强男弱吗？你很强烈的在反应，然后他都是很怕你的。当然我也觉得这位男士，我不知道你这样爱他你觉得辛苦不辛苦。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不会选择这样对男朋友，这是真话。我觉得男朋友他也是人，首先你要把他当男人看，你真的把他当男人看了吗？当然把他，我一直把他当男朋友，所以我一直在教育他，我在教他怎么做事儿。哎，陆晨老师，你刚才听一语言细节啊，我当然一直把他当男朋友，应该在这儿说，所以我一直在爱他。小兰的表达是我当然一直把他当男朋友，所以我一直在教育他。
他听不懂，不是我愿意教他，我教他做什么事儿，我教他说什么话，他根本就不懂。我觉得你把他当儿子看，你在教育他。你能告诉我你喜欢这女孩哪儿吗？就喜欢她教育你。我就觉得她特别好，她反正家里边也挺不容易的，就她和她妈2个人，挺有责任感的，对我也挺好的，我就愿意为她做任何事儿。小兰，我只是劝你说，找到一个如此爱你和听话的男朋友，其实挺难的。我是觉得他这样对我好，就因为他住在我家，他现在没有地方可去。我觉得我不是那个目的，我就是喜欢他，就想照顾他，就想为他做任何事儿。我听到很多人都跟我说一句话，说女人是最难懂的。女人在选择另外一半的时候，最开始我们可能在孤独寂寞的时候会想啊，他只要能照顾我就好了，他只要能陪我就好了，他只要能听我话就好了。但是当有一天我们找到这样人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他要努力去工作，他要把基本上24小时至少要用16个小时来工作，他要能够赚很多钱，他要能够为我家做很多的事情。所以真的很多女人就会这样，我不知道我们要什么。所以我在想，你今天要不要分手，你可以选择分手，但是我觉得你要知道有一点，你今天在台上所有的表现，你把这个男人骂得体无全肤，他为你付出那么多，你丝毫没有一点点感恩，或者没有丝毫一点点感激。那些事情我去花个钱找个保姆他也能做，但是男人他必须要能养家，能顶得住这个家。可你没有花钱请保姆，所以我觉得有一点，你真的可以继续不跟他在一起，因为他不是符合你那个结婚条件的人。但是我就至少有一点，你不能那么去在一个舞台上这么骂一个曾经对你好的男人。我不认为我对他不好，我每天都在教他怎么做事，我没有认为我对他不好。他不需要你教他，他不会做事儿，但是他做到了，至少对你一心一意。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一个会做事儿的男人呢？所以我现在跟他分手，我去相亲呀，我就要去找一个像这样的男人。那你选择他之前，为什么不去选择一个会做事儿的男人？或者说，为什么没有一个会做事儿的男人能对你这么好呢？你不找找自己的问题吗？我试着问一下啊，单亲家庭，而且在单亲家庭，尤其是母女相依为命的家庭当中，女儿如果个性非常强，意味着老妈曾经是弱势。是我们家就是这样，我妈就脾气特别的软。那个时候我爸和我妈还没有离婚的时候，我妈妈就在家里每天给我爸做饭，让我爸回来吃，他只要觉得不合口，或者是随便找个什么理由，他就把碗一摔，就骂我妈，还打我妈，就经常这样。我认为女人如果说是太弱了，然后在男人面前容易受欺负。所以女孩如果目睹妈妈曾经在妻子的位置上受欺负，她就会要求自己作为一个女人中的强者，所以她个性特别强。然后另外啊，我还有这么一点感觉，就是这个女孩因为她看过妈妈失败婚姻的经验，往往在挑选配偶的时候要求会比较多。面前这个男人小亮，要说2方面的话，一方面他是满分，在家当暖男，温良恭俭让，3从4德。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啊，可能在小兰眼里啊是0分。什么意思啊？在外做事业男，仁义礼智信纵横驰骋，这方面可能小亮不及格。但是说实话，有暖男那一方面啊，一个婚姻是成立的。但是不行，因为小兰她对于男人的挑选，为什么说更严格更挑剔？小兰一方面在挑自己的丈夫，另外一方面再给一个破碎的家庭挑个女婿，以后老妈老了指望谁啊？是对吧？我妈有没有工作，我妈也就希望找一个男人回来能把这个家顶起来，但她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对，我特理解，但是我跟你说啊，小兰，我得劝你，妈妈的考虑跟你不一样。你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你喝得酩酊大醉，小亮把你送回家，你妈妈就能觉得这男人不错吗？您不喝酒尚且如此嚣张，你喝多了的时候得什么样？你妈妈看着自己脾气这么大一女儿，喝多了以后脾气更大。这个男人送你回家的时候，他所有的表现，你别忘了，你妈妈心里明白，
女人找一个男人要疼自己，要爱自己，不能自己天天做完了晚饭她不爱吃，立刻就甩脸子动手。所以那在你妈妈的判断当中，小亮挺好的。你妈妈跟你的判断是两个判断。小亮，你去想想啊，咱在乡下的老爸老妈豁着老脸给咱持5万，为了小亮和小兰以后过日子。小兰都知道心疼这钱啊，这是未来婆婆给咱过日子的钱啊。我已经把礼金退给她了。我知道，就你这个性，你也不可能眯起来，所以她都知道心疼，你却挥霍，立刻就买几千块钱的大衣。我不想着平时也没给她买过什么东西吗？我跟你说，这要不是你女朋友拦着，这钱你就真花了，那是过日子的钱，不是用来嘚瑟的。这一点我倒同意她。小兰现在特别想不通，为什么说的都是我？对，你且听我说，世人的眼睛总是容易被伪善所迷惑。有些人是外冷内热，有些人是外热内冷，有些人是刀子嘴豆腐心，有些人是豆腐嘴刀子心。而往往前者做出来的事都是轻者痛而仇者快，而后者的伪善总是容易遮住世人的眼睛。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说有人形容涂磊是个什么样的人？个性傲慢，表面冷酷，不尊重别人，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但其实跟我相熟的人都知道，我是个直来直去，从不藏着掖着，算得上是光明磊落，一个外冷其实内热的人。但我这样的人往往是人缘是不好的，但是真朋友很少，但是永远长存。但有一种人，见到谁都是点头哈腰，腰永远直不起来，见到谁是老远就打招呼，所有的人员都处得特别好，人家都说哎呀这个人真不错，多有礼貌。心里想什么不清楚。你明白我说话的意思吧？你先别急，我想说的是什么？我们必须要理解2个词语，什么叫尊重，什么叫谄媚，这是不一样。首先第一点，尊重是相互的。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碰见龙勇，他给我点个头，我也跟他点个头，这就叫尊重。什么叫谄媚？龙勇见了我不打招呼，我反而凑上去，你好啊，吃了吗？最近还好过吧？这叫谄媚。谄媚是单向的，尊重是相互。第二，尊重是不带有目的性的，它是发自于本能的一种尊重，而谄媚是别有目的。你便是这样。我没有谄媚啊。你到现在为止你还不理解谄媚和尊重的真正意义，所以你才会发出这样的提问。摸摸良心问，你对他的好和对他的关爱有多少是发自于真心，和多少是想要做一个上门女婿，在北京无依无靠的情况下有个安身之所？你不用回答我，你自己去想一想有多少是这样的原因。谄媚之所以让人可恶，就是有一定的伪善在里面。想想你对他的态度和你对他妈妈的态度，想想你对那15万块钱自己父母亲给你千辛万苦筹来的这15万块钱，你是什么态度？还有第三，谄媚最容易让这种人陷于不仁不义的状态。你以为你把那条街的关系都处好了，大家伙认为这个人好吗？那是在看热闹。真正爱他的人会把他陷于不仁不义吗？真正爱他的人，真正懂得爱他的人会不去工作吗？你要是真正有骨气，你自己租套房子把它借出去，好好的工作，不要自己父母到处去借钱给你结婚，做一个有自尊有爱心真正关爱自己妻子的人，你做得到吗？我不怀疑你有一些是爱他的，但有多少是要做给世人看？你自己摸摸良心问一问。真正爱一个自己的女人，尊重她，最基础的方式，第一，自力更生；第二，不能让她受到委屈。小兰，我觉得其实也多多少少应该带有一定的感恩之情，毕竟小亮对你还是百般呵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小亮
至少是一个值得感激和说一声谢谢的人。那个老龙啊，你刚才这番话呀，启发了我。其实坦率的来说，在很多次点评嘉宾的过程当中，我从未如此激动过。那是因为我深深的感受到，其实像他我这样的直性子的人，在生活当中其实特别吃亏。往往遇上像这样的人呢，容易让世人对我们有错误的判断，所以我特别的激动。但是说句实在话，小兰，不管你对他能不能在一起，你可以保持你的真个性、真性情，但是你要学会尊重，学会包容。夫妻之道，忠恕而已，忠诚和宽容，你必须做到这一点。至于像小亮，其实你这种人呢，是典型的可怜之人。可怜是可怜在你每天要眼睛向上的看着别人，要百般的讨好别人，不光是对小兰，对周围的那些周邻四坊都是如此。其实你的目的无非是想给大家一个好的印象，让大家都支持我和小兰在一起，能够获得我的幸福。但是我告诉你一句真理，谄媚永远换不来尊重。你要跟对方要保持一种真正的尊重关系，就是你诚心诚意的待人，而不需要一天到晚低眉顺眼的假意奉承。长久下来，大家会认为你是个不自重的。小亮，我特别想要告诉你一点，求助别人的时候，不如永远求助你自己的女朋友。所以我还是有一个观点，你们两个最开始第一天选择在一起，是你们双方共同的选择。那今天如果选择分手的话，我觉得小亮你应该从这个开始做一个真正的小兰心目当中的那个男人。所以小亮，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坚持做好你自己，我希望你真的是一个很踏实很认真的男人。接下来我们请小兰去密室当中，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啊，来。同样的，小亮，如果今天嘉宾说的话你短时间受不了，或者觉得大家说的很重，那么我们想想有一句话，其实说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或许有利于我们逐渐的搞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还欠缺什么样的东西，我还需要朝着怎样的方向去发展，我需要怎么样才能完全的赢得一个女孩的心。好，请在大声台上大声说出来。让我牵住你的手，不再放开，让我陪你走下去，苦乐相伴，感谢你让我领悟，让我大声说出来。小兰，我想说，我非常爱你，我特别希望你能回到我的身边，我们结婚吧。你的这种爱我接受不了，我需要的不仅仅是爱情，我需要的是生活。我们结婚以后是需要生活的，你根本就顶不起这个家。我的家需要一个顶天立地来撑得起这个家，可是你做不到。为了你，我可以做任何事情，可以改掉任何毛病。我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给我一次改变的机会。好，小兰、小亮，现场只有6%的观众支持你们在一块儿，或许这样的数值会给我们另外一番启迪。但是最后呢，小亮还是有个权利会为你升起选择柱。面对选择柱，你有2个选择：第一，放弃吧，转身离开；或者你坚持要和小兰在一块儿，你可以按下这个红色按键。但是按下红色按键之后，密室门打开，小兰也有自己的权利，或者走出密室跟你在一块儿，或者留在密室当中和你分开。来，请为小亮升起选择柱。请选择，请选择。
我在想，你平时跟他做了很多按摩呀，身体上的呵护，我觉得做得很棒。但是尝试着走进他的心灵，守护他的心灵，可能是一个男人对自己心爱的女人也更应该做的事情。再见。我真的没有办法忽略自己的这种行为。3年来，我的内心一直在谴责我自己。既然他当时选择不辞而别，那他就干干净净的走好了。现在又回来跟我道什么歉啊？段飞和杨爱冰曾是一对校园恋人，毕业后因为种种原因，段飞抛下女友，自己回到了老家武汉，这让他一直十分愧疚。他骗了我那么多次，我每次都相信他，可是有些伤害发生就是发生了，怎么也没有办法弥补。我不奢求你能重新和我在一起，我也不奢求其他什么，我只希望你能接受我的道歉，原谅我。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这一对倾诉人上场，欢迎他们2位。段飞和爱冰遇到什么问题了？今天我来到这儿，就是想给冰冰道个歉。我做错了很多事情，就让他这1年过得挺不好的。站在这儿就想让他看到我的诚意嘛。我知道都是我1年前不辞而别的错。你还好意思说这件事啊？那个时候我们大学快毕业了嘛，他骗我说他妈妈生病了，他要回武汉。我怎么会骗你我妈生病啊？我妈那时候是真的生病了。是吗？那个时候我送他去机场，快过安检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他说他妈不能接受我们，他要跟我分手，然后拎着行李就过安检了，头都没有回，就把我一个人丢在机场了。我怕我当时如果回头看到了你，我就走不掉了。你知道我那天晚上一个人在机场吗？我一个人在机场晃了1夜，你知道吗？人家看我都跟看神经病一样。你想追也追不进去啊，那是过安检呢。对啊，我整个人都懵了，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干嘛就不要我了？没有任何前兆是吗？前几天我们还好好，他还帮我过生日。那天我怎么回家的我都不知道。后来几天我天天找他，本来我应该要去实习了，大4毕业嘛。那个时候我们学校还给我举荐了一个很好的实习单位，就我们江苏省那边一个事业单位，全校就3个名额。那个时候我怎么可能有心思再去工作？那结果怎么着了？我就找他，电话也找，信息也找，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甚至连微博私信都找他，就是没有消息，我就只能自己去武汉找他。这不稍微显得冒失了点吗？是，但我那个时候我有什么办法？我找不到他，我连他家在哪我都不知道，我就天天拎着行李在街上晃，一条街一条街晃，就想能不能碰到他。你不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吗？我都没去过武汉，我就每天在街上晃嘛。我当时不知道你要来啊，你不要哭好不好？我当时回了武汉之后，我妈就逼我把手机号、QQ 号，甚至连微博都换掉了。你知道我又没有钱，我就带1000块钱一个人去武汉。我一开始我还能住宾馆，谢老师。后来我身上的钱，你回去，你回去。先回来吧，别着急啊，看一些事儿一样样的解决。来，后来我身上的钱连宾馆押金都不给我付的，人家老板都赶我出来，我就只能去网吧过夜。我觉得我就跟个要饭的一样，天天拎着行李在街上晃，也找不到他。多危险呐！我是那种人吗？我4年跟你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我会让你吃这么多苦吗？那为什么在机场一别？我跟我妈说了，我跟她在一起之后，我妈就很反对。因为我也是单亲家庭，冰冰她也是单亲家庭。不要跟我说单亲家庭，我单亲家庭缺什么了吗？我不也长这么大了吗？她怕我们两个以后会吃苦啊。怎么苦了？我们那个时候在一起那么好，我们好好对你妈不就行了吗？我妈那个时候给我找了一个女孩。你妈就是嫌我条件不好，她就觉得蓉蓉他们家条件好是吗？我现在跟蓉蓉已经分手了，现在分手了你就来找我了是吧？那个时候都是我妈。你要是不分手，你今天会来吗？我没办法，我只能听我妈的。那时候，为什么呢？她可能觉得，如果我跟一个条件比较好的女孩，可能以后事业啊、生活都会比较轻松。你就只会替你妈考虑，你有替我考虑过吗？他妈为了拆散我们，还跑来南京干嘛？你妈那样数落我，你帮我说过话吗？你就在旁边听着。老人家怎么说啊？他说什么他儿子从小长得就帅，又说蓉蓉家条件好，不是什么小市民家庭。他妈还说什么他们家是单亲家庭，就不希望再找单亲家庭了。我承认我是单亲家庭，我也是被宠大的好吧，我跟外婆长大，我外婆也很宠我好吧，我从来也没受过这种气好吧。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就是想跟他在一起，我就傻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就想，反正他妈都来了嘛，我就讨好他妈，也许他妈还能接受我。他妈来那几天我们天天带他出去玩。你妈呢？你妈给我好脸看过吗？我想给你妈买件衣服，你妈怎么说我的？说什么这种打折货质量肯定不好，我平时从来不穿，你们家条件也不好，你就别花这个钱了。我给他买件衣服的钱我都没有吗？知道你那时候很委屈。那时候段飞你跑哪儿去了？我也不想让冰冰难过，我也不想让我妈难过。那你打算怎么做呢？后来我就跟我妈说，我跟冰冰已经分开了。跟她说我妈妈会心软的。段飞，你这样两头骗，你算什么男人啊？我当时告诉你受得了吗？我怎么受不了？你当时告诉我们好聚好散就算了，你知道吗？你又骗我2年，我大学4年都跟你在一起，你有2年都是在骗我，这样我就能受得了了是吗？但是我当时这可能是我最好的办法啊。什么就最好的办法？我就觉得我当时特别傻，其实很多事情那个时候我觉得都挺明显的，我怎么就相信他，就是没有发现这些问题。比如说呀，我记得有一次晚上的时候，我们晚上2个人在一起嘛，他妈打电话来，段飞就跟他妈说他一个人在。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干嘛跟你妈说一个人，干嘛不说我们俩在一起？他跟我解释说，因为他妈就思想比较保守嘛，可能觉得我一个女孩那么晚跟他在一起对我影响不好。我当时觉得他想的还挺好的，挺替我考虑的，现在想想都觉得可笑，你就是在骗我啊。我知道我那时候骗了你很多，我也很难过啊，所以我就想加倍对你好。我知道你给我妈做了很多，你给我妈织了围巾啊，送了很多小礼品。你妈收到了吗？那些没有。你不知道他妈妈有没有收到？我根本都没织过围巾，我从小到大第一次织围巾就想给他妈织一条围巾，他都没有寄给他妈，他都不敢告诉他妈我对他妈那么好。多好一机会啊，段飞！这次什么样的事情让你打机场绝尘而去之后绕了一大圈，1年过后，咦，还有一女孩在南京，她的名字叫艾冰，然后我得给她道歉。为什么想起来了？因为我跟冰冰分开之后，虽说没有联系，但是我真的一直很想她，一直很想她。然后我就有小号一直关注她。后来我跟她分手之后回武汉，就试着跟蓉蓉在一起嘛。但是我真的对蓉蓉就是没有感觉，我越对蓉蓉好，我就觉得我是在对冰冰好。蓉蓉知道吗？后来我用小号看她的微博，她就问我，你为什么老看一个女孩的微博？我就把事情全都告诉了她，她就跟我很生气，然后跟我分手，但是一点挽留的想法都没有。我就觉得我终于摆脱了这个人，我可能
想跟冰冰去道歉。都是因为我当初太软弱了，我什么都不敢说，我什么都不敢做。我想问一句，段飞，你现在来这儿，你妈妈知道吗？我妈应该知道。那你准备怎么说服她呢？觉得大学的时候我真的很听我妈的话，我妈一个人带大我不容易，所以我就真的很听她的话。现在你妈带大你也很不容易，但是我妈真的没有顾及过我的感受。那你想怎样？那时候我真的很……你现在想怎样？我现在想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你妈妈那头呢？怎么办？之前我从来没有这么坚持过。我想我妈如果看我这么坚持，她肯定会……那你一开始怎么不这么想呢？因为我怕我妈难过。那现在怎么就不怕呢？但是冰冰更难过啊。那你不怕你妈妈难过吗？但是我发现冰冰为我做了这么多啊，我妈却骗了我这么多啊，所以你觉得你要放弃你妈妈，要跟她在一起，什么？有一个细节，刚才涂磊老师问出来了，你妈妈知道吗？她说的是应该知道。那我问一下，你来到重庆录《大声说出来》这个节目，挽回爱冰，你跟你妈说过吗？没有。你已经3次回避了这个人际矛盾。第一次回避人际矛盾，跟自己妈妈说：“哎，我跟爱冰分手了。”这边跟爱冰说：“我妈会同意的。”第一次回避没有解决，第2次回避在机场安检口，突然之间，对不起啊，我妈不同意，噌，扭头进了安检。第2次回避没有处理这个人际矛盾。第3次，今天是你第3次回避人际矛盾，你又是上了飞机来到了重庆卫视大声说出来，却没有亲口跟妈妈交代，我去重庆是为了挽回爱冰。你打算什么时候真正面对？我既然站在这个台上面，我就不怕我妈看不到。你还是想被动的让你妈妈看。哎，对了，虽然效果是殊途同归是一样的，但是有意识的坦白和被动的让对方知道，决定一个人内心真正的意志。你内心还是怯懦的。我问一下冰冰，你母亲对你们这段赞成吗？我爸妈从小就不管我的。啊？我是跟我谁呀？外婆长的。那你总有跟妈妈或跟爸爸吧？没有。那你外婆还在吗？不在。什么时候不在？大4的时候，外婆身体就一直都不好嘛。啊。然后就住院了。那段时间，就是她也走了嘛。不要我。然后没过多久，外婆也去世了。就亲情没了，工作没了，男朋友也没了，是吧？那你现在是孤零零一个人是吧？这是不是你今天还来到这的理由？一方面是因为还爱着一点他，一方面是因为我已经身旁没有亲人，所以今天你到这儿来，有一点怀念以往的爱情，有一点迫不得已而为之，是吧？好，我们接下来就跟4位嘉宾好好聊聊，听听看你们的意见，帮助到他们2位年轻人，减压面对面，听听看嘉宾们的意见。我是个孝顺孩子，或者说我们中国人，或者我父母从小教育我的就是要孝顺，所以你孝顺你的母亲没有问题。当然，我觉得你很欠缺一个男人的责任。你迄今为止没有想好你要跟他好，你怎么给他幸福？你怎么处理你母亲的关系？这都大了，是你现在为止你都没有学会。作为离开你母亲之后，你要怎么去做一个男人？怎么承担一个家庭？你一直在你妈妈的怀里成长，你是小男孩吗？对吧？这是其一。2就是我觉得今天，你别难过，其实你特别可爱，也特别漂亮。今天这个舞台，我觉得你来对了，你要原谅他。因为他对你来说，以后的生活就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个过客了，让他生活的好一点去，你可以更洒脱的面对你未来的生活，你会过得特别好。除了外婆以外，你会得到更好的人，更多的人的疼爱和宠爱，真的，祝福你。所以我还是想问一个好老套的问题，段飞，你爱他吗？
现在。如果我们说爱一个人是要让他开心，让他舒服，让他温暖，让他有安全的话，那你能给他什么？你能给他一个家，能给他一份责任，能让他感觉到很愉快。我估计你什么都给不了，因为爱这个词在嘴巴说很容易，爱不爱一个人，我爱你，但是爱这个词背后包含很多的责任，很多的行动，所以你没有办法去爱他。今天我觉得你来，你唯一能做的事情是为过去你对他的爱要说一声歉意，因为你的确扔下一个人走了，这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情。对于冰冰来讲，我们说恨一个人特别容易，但是原谅一个人特别难。我们其实不是在原谅他，我们是要原谅自己。因为如果你心里边永远装着对这个人的恨的话，另外一个想爱你的人他没有办法走进你的内心。我相信外婆对你所有的希望就是冰冰一定要活得开心，冰冰一定要活得幸福，所以你一定要把自己活得更幸福。我一直觉得吧，道歉得有诚意，对吧？你觉得就是诚意在哪儿？如果今天段飞来到现场，说掷地有声的说，我做通了我妈妈的工作，他现在同意我们交往了，这是诚意啊，他做出了实质努力啊，对吧？但是没有，妈妈该反对还反对，情况跟过去没有什么差别，那诚意在哪？然后段飞又说了，段飞说我跟蓉蓉已经分开了，但是呢，分开的过程我们一听啊，是他跟蓉蓉开始恋爱了，迫于母命，对吧？然后蓉蓉发现他有一小号老看艾冰的那个微博，然后蓉蓉一问，段飞才说蓉蓉不问，蓉蓉不发现那小号，段飞不会主动说，所以你跟蓉蓉分手也不能作为你今天道歉的诚意。你告诉我，段飞，你今天来道歉，诚意何在？诚意就是我在这么多人面前向他道歉，为我过去做的事情弥补。哦，我们知道了，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大一场面，是你道歉的道具和背景。那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那我应该怎么跟我妈说呢？我知道这个问题的本质问题就是，如果我不跟我妈说清楚，我就不可能跟她在一起啊。那你说清楚再来呗。对呀。但是说清楚有这个问题有这么简单吗？但是你至少缺乏一点，感你首先没敢说，哎，知道吗？我尝试过。你尝试，你说了吗？我说了。你没敢说。但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说你怎么说的？我说你瞒了我这么多事情，冰冰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哎，然后呢？然后他就，他很痛苦，你知道吗？然后呢？你又蔫了。所以我说啊，那我们俩换一个角度，如果是你妈当时是这样子呢？如果我是你，我两种选择，要么我就做一个孝子，我蔫到底，我就不结婚，我这辈子不结婚，我跟我妈在一起，我就做一个孝子。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我跟我妈说，我就是爱她，没有冰冰我活不下去，不管你有多么难受，我就要跟她在一起。我要么就第一，要么就第二，我不会跟你一样。我想做第二个，这边又想当孝子，那边又想有爱情。我想做第二个，你会选第二个？行，我告诉你，你如果选了第二个，你来这儿之前你就跟你母亲说，对，我到重庆来，我就是为了我的爱情来的，不管你有多么痛苦，但是于情于理我都觉得我爱冰冰。是爱情和亲情之间是会发生一些矛盾，但这些矛盾恰恰要证明我们是否敢于在坚持自己的爱情面前勇敢地坚持自己。这恰恰是一面镜子，但你没有，你怯懦地选择了逃避，你每一次你都是逃避，你每一次都不敢站出来。你要是真的有诚意，你应该怎么做？第一，跟自己的母亲说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没有冰冰，我不快乐；没有您，我也不快乐。但是如果您和冰冰可以和谐相处，我会快乐。妈妈，你到底是希望我快乐还是不快乐？你没有勇敢和智慧的跟母亲这样去谈。第二，你要么分了手就不要来找冰冰，要找冰冰你也没这脸，你应该做的是默默的去关注她，关爱她。如果冰冰有一天回心转意，
感受到了你真正的在弥补自己的过错，他可以说我们复合吧，这才可以，这才叫诚意。不要谈借口，默默的聆听，默默的付出，你还有机会。好，让我们尝试着在走过1年之后，两个人再来一次对话。但我希望这样的一次对话，当然不仅需要诚意，也需要尊重自己，好吗？来宾，请去密室。段飞，来登上大声台，大声说出来。让我牵住你的手，不再放开，让我陪你走下去，苦乐相伴，感谢你让我领悟，让我大声说出来。其实我一直都算是在逃避自己吧。我一直拿我妈当借口，说我妈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其实是我自己不敢去做这些事情，因为我还没有做好去承担责任的准备。我一直在逃避，一直在软弱。我真的没资格跟你说复合，因为我真的不配。我现在想做的就是能和我妈说清楚，如果我快乐了，我妈肯定会希望我快乐的吧。你身边没有人照顾了，你自己也不会照顾自己。我希望做一个像亲人一样在远处去默默关注你的人。我会改变，我真心想为你做好一件事情。我希望你能看到我的改变，等到有机会了，我希望你会说，能让我再追你一次吗？没什么好说的了。最后我们会为段飞升起选择柱。面对选择柱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放弃，也可以选择继续摁动选择柱上的红色按钮，表示你还是想和艾宾在一块儿。当你按动红色按键之后，密室的门会打开，艾宾要么他从密室中走出来和你牵手，要么他留在密室当中，不想和你再续。来，我们为段飞升起选择柱。请选择。怎么不按？他说不摁，支持，支持才有可能后勇。好，加油吧，段飞，再见。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是不是我太自私了？其实他做的这些事情我可以原谅他，但是复合这种就算了吧，希望彼此以后都能过得好吧。我也希望能把这件事情真的放下来。